能分析这个啊，能画出来，就说明你对于这个结构呢有理解了。有这个啊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你再去画它这个效果。比如说你画它的这个衣服啥的啊，它能挂在这个形体上，衣服都是围绕着形体的，包裹着形体的，在转折的这个地方会挤压出一些衣褶。这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结构，不然的话，你只是通过外表去画去学衣褶，那么你学到的衣褶只是简单的，哎，这样看一勾。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结果了，那么再怎么跟你强调形体，你都听不进去了，你都无法理解啥是形体啊？衣褶不就是这两根线吗？哎，就会有这种情况。你像我们知道这个形体之后，这个衣褶一条线，它从这个形体的哪一个边再怎么转到另一个边，然后怎么样朝向顶起来这个点，怎样受力的影响的，怎么样受形体的影响的，怎么样贴合形体转折，你一根线啊，你一根褶，你就能画出变化来了。技法是在这个形体的基础之上出现的。中线就是头的方向，它是抬的，是仰的，然后两个眼睛的连线可以交代出这个头的一个往左偏还是往右偏，它左右的一个方向，这个就比较好确定这个头的具体方向。根据这一点点线索，然后把其他的面逐步的给它带出来。那这是颧骨，这边另一侧的颧骨，这边的下颌角微微能看到一点，这边的下颌角看到的多一些。你看这个头的一个体块就出来了，就清楚了。然后画胸腔体块的时候要注意比例，不要把它画的巨大。胸腔和骨盆这两块要相对协调，就是上面的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，这个宽度跟下面这两个宽度不能差太多啊，稍微差一点没有关系。你要画女性的话呢，这个画稍微宽一点点，胸腔窄一点点。如果说画成一样宽的也没问题啊，反正都会被衣服遮住。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个事儿，并且呢，它也不会错开太多啊。刚才有同学把这两块已经错开很多了，错开很多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腰椎折了才会错开。实际上，我们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画一下啊，这个是胸腔，胸腔是由肋骨连接到这个胸椎上面啊，它们都是连接到后面是连接到胸椎，前面是连接到胸骨，构成了整个胸腔的腔体结构。然后在胸腔的下边，这个胸椎下来接的是腰椎，腰椎一共有5块，不是很长，但是呢，骨盆和胸腔之间它是有一点这个空隙的，不是完全紧贴着的。当然有一些动态下，它们可以挨在一起；有些极端的动态，胸腔的下端都有可能进入到骨盆的这个盆腔里边啊，这个都是特殊情况，稍作了解即可。这个是骨盆和胸腔，骨盆胸腔它们是由腰椎固定的，腰椎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，但是也有运动，它能前屈后伸，左侧屈右侧屈，然后加上旋转，左旋右旋，就这么个动作。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你要是把胸腔和骨盆错开，就把骨盆画到这儿来，那腰椎是不是就折了啊？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坐姿的情况下，骨盆是掰过来的，这个看起来这3块呢状态就比较贴切啊，比较符合这个人。注意，我们再往下画的时候，就是画的4肢柱体了。你不是很确定，你可以先找一下它的轮廓，把能确定的好确定的画出来。比如说这里一定要带上，为什么要带上呢？带上的话就能够体现出你观察了，你观察的这个柱体思考了，这是一个什么方向的柱体啊？这是什么方向的一个手臂啊？你不要把这个工作留到下一步啊，让下一步工作特别的负担特别重。就在每一步做好每一步的事儿，就像你第一步抓剪影的时候，你剪影抓得准，后面就不会出太大的毛病。除非你前面剪影那一步你观察的不够，随便勾了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往里画，那个就相当于你前面工作没做好，后面呢你又没去管，那问题就积累下来了，一步一步就问题就越来越多了。你要第一步，这几个点位啊都找到了，基本形状也对了，基本的大的宽窄比例啊也对了，然后就是靠略好柱体朝向、方体状态，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就绝对不会出什么太严重的错误。这个上臂比较偏侧面，那么它就是一个略平的圆柱，前臂再往前来啊，一直在考虑它的前后，
虽然我们这个纸是平的，但是我们要用一个立体思维去看，所以说一直在强调前后前后前后，它是有前有后的，前后是在我们的脑海里的。然后这个上臂再长一点，手腕的这个角度给它找一下。然后我们在找腿的时候，一定要找腿两边的这个圆柱的这两边，把它的朝向画准确。有些同学画的时候呢，上来就画了这两条线，然后就不管了。尤其是在这种地方很潦草，很随意，那这个柱体的体积就不够清楚。我们要的是把它柱体的体积画清楚。看这个侧边的时候，同时就要找它上下两个圆面了。然后这个小腿它是折回去的，所以说能看到上面的圆面，是吧？一直在分辨这个柱体到底是哪个朝向的，在这个朝向之下，能看到多少它的横断面。膝关节的体块方块，然后手掌的块大概齐带一下。现在要求大家呢，就是把这个体块画清楚，尤其是这种柱体两头的地方。正面的中线，胸腔的中线，头部的中线，胯的中线。现在要的呢，就是大家把这个东西画清楚，把这个腿画粗了，再收回来一点。你看这个体积不就分析出来了吗？现在呢，只要是我们不管对着什么样的一个图片，都能够把它这个结构分析出来，哪怕你稍微花的时间多一点都没有关系。